提醒的，也是刘总干事刚刚一直在讲的，东讲西讲，其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我们在自己的行业，其实要培养自己的警觉性，自己究竟是处在什么环境，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要能做一个判断，这个也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所谓的危害辨识，我们要能辨识我们身旁的危害。今天的第2堂课谈的是化学性跟生物性。除了书面的资料之外，我要特别跟各位讲，各位，人类不单纯是工厂，人类假设各位可能有记得更深的历史，好像在欧洲曾经发生了黑死病。各位，什么叫黑死病？原来在13世纪，来自蒙古帝国这里，攻进欧洲的城市的时候呢，他们是用物理的原理弹射死掉的老鼠弹到城堡里面去了，把欧洲弄得一塌糊涂，那叫13世纪的黑死病。黑死病这边它因为老鼠是死的所以不是生物性那变成或是你把它称为叫生物性，或者叫化学性也都可以那这是生物性的对人的危害。除了刚刚讲在工厂的这个现状呢，各位请谨记在心，生物性对人的危害已经是好久的这个历史了。而且刚刚有看过，我们来自化学性的职业灾害，目前是最多的，有130几种。我刚跟各位介绍180几种是5种的危害病因，其他的扣除掉光是一个化学性的也就130几种了那我在资料里面也有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现在国际间有关生物性、化学性的危害呢，也都尝试那我们隔壁邻居中国大陆，好像在这一方面投入非常多那台湾地区我们投入的情况怎么样？各位的感受怎么样？我不晓得来，以下呢，我想比较重要，我们的危害辨识。我希望各位能养成今天，可能过去你不曾关心过，今天用5项危害的因素，我们今天这一堂现在练习生物性、化学性的危害要如何辨识？生物性、化学性的危害要如何辨识？我们从化学性开始来讲。来，往底下，好，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家里杀老鼠结果这个老鼠药，结果害了小孩这是刚介绍有关全球治理化学性的问题跟古时候一样，到今天同样没有解。那现在最有力、最伤害人最深的也是来自化学性的手段来请。好，这张我们就。在中国大陆呢，它目前有生物安全法已经定了那台湾地区没有，台湾地区咱们现在只有生技医专产业发展条例，有关生物科技的这个发展这个产业，有关生物的安全部分我们并没有再来第2点就是生物科技的误用滥用应有法律来管控第3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天津指南，我过2天了也要去天津这个是全球这里由中国大陆对生物性的这个危害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行动可能台湾地区这里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请帮我处理一下麦克风台湾地
地区呢，我们目前有所谓的植物防疫检疫法啊，那这个当然，这个也就是我们对生物性，特别生物性的这边的一个治理哈。那简单来讲，现在全世界对生物性、化学性的问题，生物性、化学性的这些问题呢，联合国这里想尝试去建构一个次序，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不管，但是各位劳工弟兄，咱们先照顾自己，啊，大环境有在忙这一件事情，但是同样有人在丢化学炸弹啊，那就不管它，我们先把身旁的事情先把自己管好。请各位以下跟着我，我们一起来辨识什么叫做化学性危害，什么叫做生物性危害。我们逐项来看一下。来，往底下，各位，地球的暖化是一种化学变化、化学性的危害。近零排放，我们要追求的。也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自化学伤害的避免。各位，食物中毒，当然这是化学的变化，您知道吗？食物中毒，好，再来药物伤害，各位相关的药物的使用，药物可以治病，药物的伤害，它整体的原理是在身上产生了化学变化。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进莱猪？为什么要进核食？这些莱猪、核食这些的成分到身体之后，会产生的是化学的变化。好，我们再来看半导体制成的光阻剂。刚刚来自体经总干事这有跟各位大概介绍了这些光阻剂，各位它产生的你好像没有特别的问题，但是今天提出来，您假设有碰到，记得一下这个光阻剂本身确定会产生化学性的危害。各位，可能听过所谓的 ESG 啊，环境，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啊，现在一直在喊这个口号哈。那这有关这个ESG 的一啊，介绍这 environment 啊，就是环境，环境上面的改善，环境给上面的伤害是什么？重视一个环境给上避免的伤害，会是来自化学，会是来自生物啊。好，各位早餐店的萝卜糕的防腐剂，你注意到了吗？化学性的伤害，请各位看一下，化学武器危害越南至今，今天为止越南还有很多土地不能耕种，不是物理性的伤害。不是生物性的伤害，是来自化学性的伤害，因为美国在那边丢下的炸弹，所以化学武器是多狠的事情。假设你们把它做一个延伸，使用制造化学物品，制造化学的产品，让员工在那危险的环境工作，然后没有在所谓的安全卫生上的考量，您知道这是一件多残忍的事情吗？我们看下一页。刚刚有介绍过，美国 RCA 公司在桃园工厂的土地污染、地下水污染、公害以及工伤，各位，它的一切的伤害都是来自化学，来自化学的伤害哈。各位，我们反对用废发电，我们拒绝 PM2.5，为什么？因为进到身体里面没有感觉的，它会起化学变化。起化学呢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1，反对日本核废水排入海洋。各位，它里面的成分，它会让海洋的生物起了化学的变化。第二，说珍珠奶茶，应该有可能会是有些是好材料的哈。但是我好像我都看到的资料，珍珠奶茶大概就是化学药剂制成的，大概这吃起来很棒但结果凤梨味里面没有凤梨，好像能不吃就不要吃嘛，
我的管区范围很小，我只对学生，啊，我上课有个学生，我非常痛恨他，体重也不轻，今天也在现场，体重也不轻，动不动就给我班桌上就摆一杯啊，或是因为他很会读书啊，我就拿他没办法啊。来，我们看13。新北、桃园、台中、台南在检举空污啊，异味污染，特定性这个污染源哈，这边的跟各位讲，有关空气的污染，总觉得是隔壁邻居的事，是他家的事，跟自己无关。各位哈，现行法令跟各位介绍，你要是一般百姓呢做检举，当然会有后续他有一些检举举证。这些内容的强调，那个金额罚款金额会5%当奖金，自己员工对公司的内部当然这各位可能会有一些惊慌但是有一些真的实在是不应该的，真的很建议用申诉或是告诉民间团体。早上第1节课跟各位讲的，让我们来协助你做检举啊。这个有10%啊，10%的这个奖励金哈，那个奖金来，各位幼儿米饼的食安漏洞，这也是最近报道的事情哈。食米本身的产生已经有镉，然后它造成所谓重金属镉含量超标啊，这只不过是用抽检的而已，各位要是普遍查婴儿的这些米饼，看起来好漂亮、好干净，给自己的心肝宝贝，你说怎么办？那当然我讲这个话非常不负责任，但是我有看到这个资讯，化学性的伤害不是只有坏人而已，好人也在做。看起来很善良的人，他们也实际在做这些对人的化学性的伤害。我们来看，幼儿园喂毒案卫福部对苯巴比妥与氯二氮平采制药品就是毒品的态度啊。当然这个纷争各位可能大概知道哈，但是来自幼儿园这边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各位记得一下，你不能讲说那是雇主的行为而已，那个行为本身你也是行为人。劳动法上很多责任的追究，除了雇主之外，行为人也会一并处罚，行为人也会一并处罚哈。像这些，像这按着后续的一个处理的话，在法律上我认为会非常的麻烦啊，那样。算了哈。好，各位，毒品管制条例，当然，毒品什么叫毒品？它会用化学变化让你变成我不是人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减肥保持饥饿啊，这个启动人体的自噬功能啊，促进人体内的化学作用，我。自己让自己饥饿哈，我读了报告，上头是讲，他原来是为何有办法减肥？是体内会产生化学变化，体内产生化学变化之后让我们把体重把它降下来哈。那第17个也请各位参考一下。刘总干事刚刚有介绍的农药残留，农药。就是这个化学性的问题哈，各位抗受浮水，有个庙宇，由工厂那里或是他指示的，或是雇主知道没有讲，用曼陀罗花做浮水让人家喝，让信徒喝，结果这个喝的人信徒中毒。曼陀罗花是一个毒性的花朵啊。那这边产生的伤害是什么？来自化学性。庙公有事，管委会有事，谁拿给他吃的，你知不知道？一通通要证明
一同荣耀证明啊。谁说化学性只有在化学工厂？在我们的身旁到处都通通存在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核子弹、原子弹啊，核子弹、原子弹这一边，刚跟各位透露所谓的物理的爆炸啊，物理的爆炸之后呢，各位它后续再产生化学上的这个效果啊，伤害才会变成那么的大啊。好，在2023年8月7号，瑞士日内瓦公约啊，有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这样一个工作会议啊，到今天2023了，前几个月的事情哈，就像介绍的化学性、生物性呢，一直还在困扰着人类啊，在大环境困扰人类，在他们小生活的小世界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它也是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啊，危害着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在往底下，好，22刚刚有讲过哈，各生物科技的滥用误用，生物科技就是在创造在我化学性的东西。各位，但为何要定有效期限？但没有定有效期限就起化学变化。劳工应如何看碳交易？你是这家公司吗？碳交易本身，是只不过是一个生意吗？那公司的碳的问题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碳交易用现代人的想法，用现代人的观点，它是一种最小是从自己的公司、从自己的职场在处理化学性的问题。好，我们再往底下，这个高雄市登革热的喷药啊，上次早上有跟各位讲过，那个剂量本身看起来白白的，好像闻起来也没什么，那个真的会有问题啊，培养这个认知有关化学性伤害的辨识啊，是我们今天这个研习会很重要的内容啊。好，我们再来看。用朱砂入药2023年9月16号的这个朱砂入药致铅中毒这也是化学再来药品的副作用当然它产生的是化学上的变化。各位，免疫力的加强，免疫力为何要加强？加强之后，我们对化学的抵抗力、化学性变化的抵抗力会是增加。好，来，高雄市这个就再说了哈。再来屏东的，屏东这明养国际，这刚刚已经有做了介绍哈。各位，高尔夫球场。看起来以为是单纯的塑胶，但是它整体的聚化的过程，各位，那是一个化学变化。一颗白白很可爱的球各位那这高尔夫球杆等，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整个聚化的过程里面，各位通通是化学变化，也非常要命。假设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请记得我的跟告诉您的口诀，请记得第一个要退避。第二个要申诉那没有请人民团体再来像这一些直接伤害你的身体的我们就看投入的角度，在劳资争议调解的角度，把它当作权利事项，当作调整事项的处理，通通应该通通可以那先到劳工局这里，让劳动公权这边知道有这个现象存在好，各位前不久。也是8月17，台大化工系实验室爆炸，实验室爆炸本身就是一种化学性变化好，美国使用的贫铀弹，这个贫铀弹，看我后面记载，1990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迄今伊拉克罹癌率倍增，基辛尔亦屡屡发现化学性的伤害。大家一直在所谓的禁止核弹其实对化学性的伤害呢，
就在人类之间还没有达成和解啊。下一个，好，有关这个是化学性伤害我们的对策哈，来我们来我第一个先化学性的伤害存在公司还有社会每一个角落，可以吗？生活当中，各位至少要有这个认知。看第二个，化学性的伤害，请记得，通常都要经过累积，经过累积后那尤其化学性，刚才讲明讲，那可是因为用物理性的堆积之后才有产生的爆炸的这个现象哈。那或对化学物品，特别在把化学工厂特别在化学工厂的工作的这些化学性的伤害，我想你应该了解最多。我会相信在相关化学工厂的工作呢，可能待会儿也请各位表达意见一下啊。公司有关这个职业灾害发生的这个情形，处理上的这些的困难，因为我相信你了解的可能比我更多啊。好，第三点，化学性的危害预防跟处理呢，应该偏重化学性的部分，因为伤害还没发生，请记得一下，它存在这个现象，请记得，就它不应该存在，它只要一存在的时候，请记得用劳资争议处理的概念，它是一种调整事项。调整事项的概念，早上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请由调整事项的角度请各位来进行劳资争议处理哈。好，因为当下对化学性危害尚未出现实际灾害或职业病，难以权利事项来主张啊。化学性伤害，假设说没有伤害，我就把它搁在那里，拜托各位弟兄，不要这样处理。我们要做预防。那预防用劳资争议处理的方法叫做调整事项的劳资争议。你那个可以改善嘛？用调整事项劳资争议呢，透由公权来协助劳工朋友，把这句话一定把它谨记在心。史局长一直担心，我跟各位介绍权利事项，介绍调整事项，怕大家听不懂。我不知道今天到目前为止，各位可不可以听得懂啊？应该要改成什么样？应该是怎么样才对？应该是怎么样做才对？那虽然彼此没有约定，各位这同样可以主张，这个叫做调整事项，谨记在心啊！这个叫做调整事项。来，我们看下一个。好，这个地方化学性危害的发生，常属人为因素。这个人为因素不是人因性，人因性是我们个人跟机器这边的行为政府对化学物品的管理极为严格。注意那个法规一整本。但常因人为管理不当或公权检查的疏漏而发生危害请不要依赖政府的检查，请劳工朋友依赖自己，请善用调整事项来调整化学性上危害的职灾的发生若雇主在回应与处理上不理想时，其实由工会乃至于劳工个人以信函要求劳检或职安部门来进行确认，会是最省力或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还有更多好的办法。我们高雄地区还有很多的善良的这些社团人民团体在，一定都有办法来协助大家。只要各位把资讯告诉他帮你一定程度保护各自。我们可以不再发生职灾的范围，所谓的做到做职灾的预防这个效果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员工对公司的固定污染源最容易掌握，各位没有人比你更知道的。员工对公司的固定污染源这个最容易掌握。依空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1项第13款上的规定，有检举奖金。
劳工若不检举时宜由劳资的沟通间解决化学性危害的问题，请不要不处理请不要不处理哈。好，第6，劳资间有关化学性危害防治的沟通，最好以法定记录记录下来进行并留存。我跟飞龙兄跟石油工会，我们有讨论过很多劳资会议的事情。我们实务上面，石油工会这里有关化学性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呢，相关的这个沟通是做怎么处理？有些工会的运作，请工会的弟兄原谅我，有些靠个人的把握，靠自己的人际关系，请原谅我个人不赞成。我建议用法定的程序。跟我们的法定的程序呢，当你在我们法上现在有一个规定叫劳资会议，在劳资会议里面，各位回去你再仔细看一下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上的规定，什么事情通通可以讨论。现在讨论的这有关职安的调整事项，同样是在那个话题。只要是做成记录，注意听，只要做成记录，我们又约定怎么样来执行的时候，各位这时候叫劳资会议的决议，按照劳动事件法第2条上的规定，这就是劳动诉讼的标的。我们就可以依照劳动诉讼法这边来做主张，我们把调整事项都由劳资会议的开会，让它转变成为权利事项。我再说一次，感谢。把劳资之间该怎么调整的事情，我套由劳资会议来开会。开会是我们把整个事情的关键，那我们怎么处理，做成决议。各位做成决议的时候，变成叫什么？权利事项里面有一个叫劳资间的约定。劳资间的这个约定的时候，各位就只要是有约定，就会变成权利事项。我们要对现行法令给你的这些不叫武器，这些工具，您究竟用了多少？很多真的实在是很好用，真的是很好用。各位假设容许我不礼貌，各位可能已经有人知道我这些话就针对我那几个弟兄在讲的请回去查一下你的团体协约，你的团体协约里面有没有规定？团体协约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上规定的。各位，我们有一些职灾的预防，呢，它是跟企业的经营是有关系。团体协约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规定是什么？工会是可以参与企业经营。您老师之间有做的约定吗？你为什么我工会我得那个你要管弄安尼就会使？人叫你做大人呢？人叫你要把这个担担起来，要把港外的代志当作请回书来处理呢？结果担任工会干部妹，帮我一个忙。有关劳工朋友职灾的预防的部分，就平常，因为劳资会规定，对劳资会几个人就要召开。劳资会实施办法，劳资会几个人就要召开。旁边知道吗？劳资会几个人才要召开？大会报告，劳资会议第2条第2项规定，1个人，只要有雇佣劳工，3人以下，劳工变成当然委员。劳资会是劳资之间要沟通的，有关职灾的预防，有关化学性这个伤害。你看，那动不动就变成是行为人了。你雇主你这样做不行啊！像这些都是要商量要谈，这些是在什么时候谈？是在劳资会议谈，有法定会议，法定会议做成记录，对劳工朋友就是一个保障。更何况刚刚讲的团体协约法
上头的规定。法上交代劳工朋友，你要参与企业经营，你回去查条文没有的话，打电话来，我请客。全部我拢请，我管你。不是干那你敲电话，你其他我总请。国家法令要工会这劳工朋友去关心企业的企业的经营，请问您对企业的经营关心了多少？我们工会弟兄跟我这没有用的弟兄，我们一起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劳工朋友可以做得更多，尤其这化学性的伤害我为了这一次的研习会，我也读了好多书，看了好多资料越看越怕，越看越怕来，我底下，这个民扬案民扬案刚刚来自刘总干事那边已经大概介绍了高尔夫球场竟然是化学工厂，这是有一位环保服务业的一位叫陈文清先生，在9月27号写了这文章，而且写了这文章那我的内容我就不在里面做一个介绍了我简单做一个整理那有关企业体本身各位从事的行业是跟化学性这有关系的就请特别把今天谈的把它当一回事。另外我们在做的不是跟化学业有关系的，就一般行业也好，我们的生活周边也同样有很多化学上的问题请各位把它当一回事把它当一回事好，我的还有一个第二部分，我知道时间接近来，我看第二个这个就不要好，这民谣案的部分，我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生物性刚刚刘总干事已经有介绍了一些生物性的危害，打了疫苗是打生物到自己身体，打疫苗是打生物到自己身体，不合格的疫苗对身体是一种生物性的伤害。各国对农产品的检疫，为什么要对农产品检疫？因为会有生物会带来伤害。我们看对动物的检疫，犬猫雕兔对这些生物的检疫，这些生物也会带来伤害，所以检疫的动作一定要尊重，而且检疫的动作一定要做。您的行业假设跟检疫有关系的话，请在乎它，尤其您就是在这个行业，对您的伤害，请务必谨记在心，它会有危害的，请辨识这一份职灾的危险。COVID-19 是一种生物的伤害。流行性感冒当然是一种生物性的伤害。进口的蛋为何要洗？就避免生物性伤害登革热与蚊子的叮咬，当然生物性的伤害各种流行病毒，各位只要是流行病毒，这些是来自生物，只不过它小到咱们看不到，然后对我们伤害非常深好，各位这些病毒呢，像它会透由飞沫接触、粪口传染，像在幼儿园前一阵子也发生了这些都是生物性的伤害化学生物它的普遍存在我们这空间应该同样也有好，黑死病早上有跟各位来介绍14世纪的黑死病本身就是鼠疫透有鼠疫的传染好，来请下一个我们身旁的这有关生物性的危害生物性危害跟化学性的危害，刚刘总干事也大概提了一下，生物性的危害好像比较容易辨识，比较容易发现，化学有些是要累积透有累积那有关生物性的危害呢，它显著意见可立即反应，及时处理。所以有关生物性危害的部分，我想第一个生物性危害，第一个各位能做的，
能做的是什么？用早上讲过的东西。第一个，我们要主张职业安全卫生法第18条所规定的什么？非常好，感谢哈。有关生物性的危害，有这立即的危害的时候，请各位放心，不是我讲的，是法上的规定。为什么要跟各位讲条文？我要大家有信心，因为那是法上的规定，你可以主张退地权，但是不是你跑了就不管，而去跟雇主讲有这些危险。要的，我们跟雇主的，我们要立即来做处理哈。好，你看第二，生物性的危害，生物性的侵权哈，属于法有明定者法有明定者重这个就规定的非常多规定的非常多呢。生物性的伤害大概可以确认，那大概都是已经是立即而明显的这个伤害这个是属于权利事项权利事项这个老师争议哈，由这个角度来做处理。当然要经常会发生生物性的这些伤害我们透由劳资会议照样，也就是我想我很有信心，我们工会弟兄今天回去至少会记得一件事情。职灾跟劳资争议跟劳资关系这边的应该做什么处理？至少今天把职灾跟用劳资会议这边来做防止，用劳资会议来做防止。今天各位已经有把这一点记在心里了，应该多多少少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好，劳资会议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也请各位工会弟兄你要开会来，老板讲有没有事？有事，有事来找，没事退掉什么事也都不讲这会议就开个形式，签个名好向劳工局交代，会议不要让他这样召开。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上头第13条的规定，第13条规定是什么？开劳资会议要先报告公司经营的事情，报告劳工的事情，再来要讨论事情，叫讨论事项。讨论事项，各位简单来讲，什么事都可以讨论。各位最后没有讨论过的，还有一个叫做建议事项。劳资会议要有所谓的报告事项、讨论事项、建议事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会想到，只能恳求大家善用劳资会议，我们把感受到的，我们对职灾辨识到有可能发生职灾的呢，在劳资会议的时候，在劳资会议这个方式来想办法来做一个预防，好，这边有秀出来的，我自己没注意到好，来，还有吗？好，以上是有关第二段，我搭我们总干事启清的这个便车，就他报告的这个内容后续呢，我把另外我个人研究上的一些心得供给大家。身旁都是化学性，都有生物性的这些危害。台湾人好习惯，外国不见得有。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戴口罩其实应该是蛮好其实也是应该蛮好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二段的报告就到这里来，我们谢谢刘总干事。好，我报告也到这里，谢谢大家。